青花菜，你我都熟悉的最佳绿叶。今天我们来把它变成吃不起的样子，再搭配上我用桂冠沙拉调成的美味蘸酱，真的超好吃的啦！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我是 Chris。你们有没有发现，一样早餐店的汉堡三明治，譬如这个简单的火腿蛋好了，为何这一家跟那一家的味道不同？或者说餐厅的蘸酱，有些看起来就差不多啊，但每一家的味道总是有点微妙的差别。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惯了这个味道，就不想换别家啦？其实这个秘密就很可能隐藏在这个美乃滋里面。那这个对厨师的感受一定最深，因为餐厅很多酱料都必须要用到美乃滋。你说手打美乃滋一定最好吗？那也不一定哦。很多时候你必须要用到这种市售美乃滋，因为品质最稳定。尤其是手打美乃滋肯定是学徒的噩梦啊。就算你打到变麒麟臂，还是会存在品质的差异哦。所以你用这种市售美乃滋，譬如这个桂冠沙拉，因为它是用高转速制作成的，比手打或是家中搅拌机的转速都快很多，乳化效果很好，能让品质稳定。用这个来做酱汁呢，流程也能更顺利的 SOP 化哦。像桂冠沙拉酱就是我最早接触的美乃滋，小时候吃的冷笋沙拉就一定要用这个桂冠沙拉酱。记得以前妈妈都叫我去干妈店买美乃滋，那个干妈店是一个阿伯雇的，我就跟他说阿伯我要买美乃滋，他居然听不懂，他问我要做什么用的。我说我要吃笋啦，他说那个白醋啦，你跟我讲你要白醋我就知道啦。结果呢，我拿了美乃滋一头问号的回家。后来才知道老一辈的都管美乃滋叫白醋，因为美乃滋有白醋嘛，所以吃起来酸酸的，应该是这样吧。那时至今日呢，桂冠沙拉酱也推出很多种口味，像我最常买的是这一个蜂蜜芥末沙拉，这个拿来沾杂物超好吃。如果你今天想少一点罪恶感，还可以选这一个减热量版的哦。还有这个千岛酱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口味啊。第一次吃生菜沙拉就是这个美生菜加千岛酱。那至于手上刚拿这个就是原味啦，历久不衰的经典代表啦。以前我们餐厅也用来调成各种的酱料，这也不能随意更换品牌哦。你换成别家的酱，味道也不同，客人都吃得出来。那今天我就用这个桂冠沙拉来搭配这一个青花菜。在众多绿色蔬菜里面呢，我最喜欢用的还是这个青花菜啦。除了在餐厅里面是很重要的配菜之外呢，我平常都是烫一烫，沾个沙拉酱就很好吃咯。今天还会再教你们一些平常想不到的烹饪方式，再用这个桂冠沙拉做出好吃的蘸酱。开始吧 ，Go！ 青花菜人称蛋白质含量最高的蔬菜之一，各方面。在料理之前，得先好好证明一下它的身份。其实它跟白色的花椰菜是不同品种哦。严格来说，绿色的叫青花菜，白色的才叫花椰菜。只是我们都习惯叫绿花椰菜就是了。就连菜上用的行话都叫青花、白花。就懂。呀，看来花椰菜的蛋白质含量也不少呢。够久。好啦，现在这颗变全素了。其实仔细看球体表面跟触摸过，你就会发现两者质地完全不同。我消一点下来给你们看哦。它们两者都是属于花，只是生长阶段不同。花椰菜是还没分化的花苞，称为花圆体，所以颗粒细小，比较有肉质感。而青花菜则已经发展成一个个小小的花苞了。如果放着不采收，青花菜会越长越高，然后开花哦。但那又不是青花笋哦，这个留着以后再补。就总结来说呢，花椰菜的颗粒感比较硬一点，青花菜则比较蓬松。青花菜不管你要这样子反着拿，或者是正握对着砧板切都没关系，这都不是重点，那都是小事而已，去皮才是大事。网络上大多都会教你要怎么洗，它菜虫才会跑出来。我是说真的菜虫啦，就是活的那种，你懂吗？就是台风天不是没有台风也有你懂吧？那种
但是我觉得去皮才是最大的根本问题。请你望着青花菜的深部看过去，看看这些盘根错节的分支，虫虫们就经常躲在里面偷笑你啊！所以不是每一只虫虫都会像刚刚花椰菜上面那只一样直接跳到山顶大大的跟你 say hello， 我在这里。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把它老家敲掉，把皮削掉。像这样子用削皮刀削当然没问题，但是你只能削到下面。如果你反向的往上削，上面的花苞也会被你削掉不少，而且不一定能够削到深处。请你拿出你的主厨刀，用拇指贴着青花菜的根部还有刀面，切一点进去，往斜后上方拉，看吧，这样子就能连根拔起了，末端都能清楚看到分支的形状。这样对于那种就算水洗也赖着不走的钉子户虫虫，也能有效去除哦。菜心去皮后切片，这个如果跟小黄瓜一起腌也很好吃哦，脆脆的。最后还是得水洗哦，这是你最后一道防护，让它在流动的清水下跑10分钟就好了。青花菜就是要现烫现吃啊，水煮2分钟，马上捞起来冰镇，这样子颜色最漂亮，又脆又好吃。来开一包蜂蜜芥末。青花菜真的是要现烫现冰镇，马上沾个什么来吃是最好吃的。像这种马上断温保持翠绿的方式餐厅一般都是常见的方式啦。但是呢，有一些我觉得做过头了。怎么说呢？来，我做一次给你们看。自从我吃意大利面有记忆以来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家店都是约定俗成的，一定会放花椰菜，不管你炒什么或者什么口味的，都会放一个花椰菜。但是他们总是特别绿。那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是烫好了，要出餐的时候再放下去。有些会一起炒一下，有些甚至不炒了，直接拎了就摆上去了。我不知道这意义何在啊，而且有时候泡太久了，说真的完全没味道了。我这个是刚刚烫的，还好有味道。那餐厅备料你知道吗？早上备，中午用，或者是一整天用，到了中午，到了下午，其实没味道了。说真的，各位师傅们可以好好想想，还有在学做菜的你，请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放一颗青花菜吗？来做一个超百搭的大蒜美乃滋。这一集可不是只教你烫青菜来点蒜头，淋点油，再来，像这样子有腌过就好。定烤箱约180到200度左右，烤个20分钟。烤完冷却后，把蒜肉都挤出来，像这个脆脆的部分很香要把它压碎。把挤出来的蒜肉全丢进碗里面，蒜油不要浪费甜甜的。加一小撮盐，转点胡椒，把蒜肉压成泥。加入约蒜泥3倍左右的桂冠沙拉，搅拌均匀。试一下味道，哇，这个蒜味超级浓郁啊！这边可以选择加入凯宴或者 paprika， 目的是为了增色，差别在于凯宴会辣 ，paprika 不会辣，有香气。那一般家庭比较少会买 paprika， 它刚买的时候很红很鲜艳，但如果半年、1年没有用完，颜色会衰退很多，所以各位根据需求谨慎购买吧。那这边我是2种都加，我需要增色跟适当的辣度，而且我们家处理超推辣的版本。好了，辣个大蒜美乃滋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把青花菜变成吃不起的样子吧。首先你要观察一下青花菜，我们要取它能够在侧边得到最多分支的那一面。我看以这一支为基准好了，转成纵向看看对面有没有它匹配的分支。有，刚好有一支也蛮大支的。下刀，不错，很漂亮吧？整个断面完整呈现了。另外一面，不错，完美。再来就是解决菜心两侧的老筋，这个可以用削皮刀削一削就好了啦，毕竟这个角度也不好撕。这样我们就得到一颗完整的青花菜排啦。记得要洗哦，两侧切下来的菜也切一切，不要浪费哦。开火热锅，锅子温温的时候下油，转一转把油润开来。奶油先准备好，但是晚点再下，因为现在锅子温度很高。锅子热了，下锅，大概半分钟左右就可以先翻第一面了，让两面都能快速吃到油。同时也可以在两侧撒一层薄薄的盐，盐除了可以调味之外，还可以帮助渗透，促进软化。旁边放2朵小的青花菜，顺便让你们看一下单独煎小朵的样子。现在我们菜排表面已经煎得很漂亮了，
这时候奶油就可以进来啦，切点蒜片，你们可以事先切好啦，不要学我先切哦。放进奶油里面，用这些奶油来炒蒜片，等蒜片全部上色了，把它们全部堆在菜上面，这样就不会烧焦啦。一圈白酒，烧一下让酒气挥发，来点胡椒，来一点点糖平衡一下酒的酸气，倒点水淹过底部就好，把火开大煮滚，盖上去。嘿嘿，我们在餐厅都是这样子，直接抓了拍盘就盖。哦对了，顺便介绍一下，这种圆形的备料盘，一般我们都俗称派盘，但通常不是拿来做派啦，我们都会拿它来抓菜当盖子或打学徒。说错了哦，是跟学徒打交道。好，大概煮了2分钟，试看看中心有没有软。非常透了。开大火把水分收一下哦，这样香气才会更浓郁啊。泡上一点 cheese， 逐渐的把青花菜变成吃不起的样子。我个人推荐先吃菜心哦，超香、超嫩、超好吃。这种煎花椰菜排 broccoli steak 在素食圈很流行，它看起来很潮嘛，一点不输牛排，而且把花椰菜从头到尾整个都利用到了。如果你吃全素的话，没关系，只会把不能吃的像蒜头拿掉就好。那煎的好呢，一样好吃。那边边还有一些没有利用到的，对不对？不用担心，等一下全部把它用完，先吃吧。如果你为了煎那2颗菜排而多了那么多层灰，没关系，我这边还有一招让你一次把它用完。没有错，就是煮汤吧。首先要准备点鸡高汤，没有的话买市售的也可以哦，但用水煮味道太单薄了。来了，这是你们期待许久的 Say No 老金拜。以青花菜为主的浓汤，若不加入点淀粉，浓稠度可能不是很滑顺，所以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马铃薯，口感就会再丝滑一些。奶油下锅，小火化开，洋葱西芹下锅，保持小火至中火慢慢炒。这一步只是要炒熟、炒透而已，我们并不需要洋葱充满焦化的味道。理想中的青花菜浓汤味道应该要更温和一点才对。好了，像这样子炒透就可以了。马铃薯下来，高汤进来，不用太多，有腌过就好了。下点盐，帮助蔬菜快速渗透。盖上锅盖，大火煮滚，转小火煮10分钟，直到马铃薯煮透就好了。然后就可以下青花菜了，多点高汤够腌过青花菜就好。这边还有些菜梗，还有没有去皮的东西下去吧。继续盖上锅盖，大火煮滚，转小火煮个5分钟，直到菜梗都透了就可以了。好了，拿出你的食物搅拌棒，插进锅里，把食材全部打碎吧。先分区，慢慢的各个击破，然后它的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好啦，越打越细。由于我们前面已经加过盐了，你这边再试看看，味道不够再补就好了。差不多了，可以啦。好啦，这样口感温和的青花菜浓汤就完成了。其实颜色也可以更绿哦，就看你青花菜的用量，还有你个人的遭遇啊。如果你还是想吃点肉，那就煎一块牛排配着吃吧。青花菜果真是万用配菜首选啊！你可以跟牛排一起煎，或者跟其他配菜一起烤，烤好了摆在一起，就是一道美味佳肴啦。好啦，配上我们的大蒜美乃滋一同享用吧。大蒜美乃滋制作很简单，却会为料理带来画龙点睛的效果，而且要用桂冠沙拉来调，才是我记忆中的好味道啊！别忘了我的原谅的浓汤啊！这绿色的看起来多健康啊！吃个牛排有罪恶感，那就喝一碗原谅的浓汤吧，满满的绿色给你。这个烤花椰菜哦，就跟咸酥鸡摊用炸的一样好吃啊！花苞那端烤得酥酥的，充满梅纳反应的焦香味，蘸一口的大蒜酱，哎呦，喝酱。